洗手间里，男人突然出现在女人身后，并将她拖入到隔间之中。在男人的霸王硬上弓下，女人渐渐屈服。然而此时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已经踏入到男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。客厅里，一家人正在愉快地谈天说地，但其乐融融的外表下却暗藏着剑拔弩张的气息。一家之主刘母经营着一间工厂，由于年事已高，他开始培养接班人。可儿子刘磊却终日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于是精明能干的儿媳何倩便接过了重担，而何倩也没有辜负婆婆的期望，把工厂经营得有声有色。而刘磊的姐姐刘芬生性善良软弱，一直都没有参与工厂的经营事业。再加上刘母重男轻女，她在家中的地位远不及刘磊与何倩，这让刘芬的丈夫周凯极为不悦。而随着双方矛盾的日益尖锐，一场巨大的家族风波难以避免地爆发了。这天，刘母焦急地护送临盆的何倩出门，无意之中撞到了同样怀有身孕的刘芬。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下，刘芬只觉肚子传来阵阵剧痛。周凯立即也想把妻子送去医院，但此时刘磊的车已经开远，他只能去路边叫车。手术之后，何倩母子平安，可刘芬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因为在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最终没能保住。病床上的刘芬悲痛欲绝，可刘母的心思却全在刚出生的孙子身上。草草安慰几句后，便匆匆离开，这可惹怒了陪护在旁的周凯。就这么就走了？你说要不是他撞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能没吗？这不说走就走呢？有这么做人的吗？或许是习惯了被区别对待，刘芬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在床上默默流泪。然而周凯这边的气还没捋顺，糟心事就又接踵而至。由于要照顾刘芬，周凯擅自将发货配货的工作交给了别人，导致发货出现了重大差错。刚出院的何倩得知后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在家庭聚餐期间，当众将周凯痛斥了一番。你要是再这样，别怪我一视同仁，把你给开了。不是你。周凯还想争辩，但刘芬作为工厂里的顶梁柱，所有人都站在他那一边，周凯也只能强压怒火。可经过这次争吵，周凯对现状更加不满，他已经厌烦了一天到晚清点货物的工作，想调换到更加重要的部门。为此他不止一次和刘芬商量，但软弱的刘芬始终不肯在何倩面前替丈夫说话。周凯意识到他只能从刘母处入手，于是隔天他便备好礼物来到刘家，请求刘母把他调到物资部去，自己有把握让工厂的收益更上一层楼。然而周凯的自荐却没能打动刘母，原来刘母早已将工厂全权交给了何倩。如今孙子降生，他更是退居幕后，不再管事。周凯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去找何倩商量，但何倩打心底里不信任周凯，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周凯的申请。在他看来，物资部是工厂的核心部门，周凯这种人去了只会偷奸耍滑。碰了一鼻子灰的周凯只能黯然离开，继续等待合适的时机。而让周凯意外的是，这个机会竟很快就到来了。由于平时都是何倩独自承担经营工厂的重任，慵懒成性的刘磊是一点忙都帮不上，夫妻俩为此没少闹过矛盾。这天何倩要去参加一场应酬，刘磊说什么都不肯陪同前往，两人在电话里又吵了一架。路过的周凯听到呵斥声后，马上抓住机会推门而入，主动提出愿意共同前去。一个女人出去和一帮大老爷们谈业务，难免会有诸多不便，自己跟在何倩身边也能得到学习的机会。何倩闻言并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。周凯知道自己有戏，从这以后他开始频频讨好何倩，工作态度也发生了大转变，这也让何倩对他渐渐改观。但他全然没有料到，自己正一步步踏进周凯精心布置的陷阱中。周凯取得了何倩的初步信任后，也终于得到了与对方共同出席应酬的机会。刘芬不知道丈夫的私心，还为此欣喜不已。酒桌之上，何倩殷勤地向客户敬酒，期间频频提起合作的事宜，但总是得不到对方的正面答复。周凯见状，直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，称吃饭不谈工作，今宵只图个潇洒快活。几人吃完饭后，又尽兴玩乐了一番，只有何倩在角落里苦闷着脸。他觉得吃饭的时候就要和对方谈成了，却被周凯强行打断。现在客户完全把商谈的事抛在了脑后，可周凯却是不以为然。何倩管理工厂确实是一把好手，但在谈生意上还是个外行，把什么事都放在台面上说，并不是明智之举，操之过急只会适得其反。
投其所好，方能水到渠成。而结果果真如周凯所说，玩尽兴后，客户才爽快地签下了合同。经此一役，何倩对待周凯的态度也柔和了许多。周凯则乘胜追击，称以后只要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他必定义不容辞。何倩罕见地在周凯面前露出了笑容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立下大功的周凯，不久之后竟会给他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。周凯知道，要想让何倩交出手上的实权，他还需要一剂猛药。这天，他意外撞见刘磊，假借指导工作之名，挑逗工厂里的女工小红，心里顿时浮现出一个阴险的计划。周凯很快就煞有其事地将小红叫到了一旁。刘总喜欢你，但是呢，他不好意思开口，所以呀，托我来带个话。这事儿有什么不好开口的呀？看到小红的反应，周凯知道自己的计划有戏。他让小红下班后就去找刘磊，眼看当上老板娘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小红的脸上瞬间乐开了花。她精心打扮一番后，来到了刘磊的办公室，极尽风骚之能，对着刘磊就是一阵撩拨。早就对小红有意思的刘磊，完全抵挡不住诱惑，当下就和对方发生了关系。此时的刘磊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，因为周凯这边也在同时动作着。他故意将重要文件遗漏在何倩办公室，以引导何倩返回。一场狂风暴雨显然即将爆发。当打开门的一刹那，何倩瞬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小红仓皇而逃，衣冠不整的刘磊则慌忙辩解，自己只是一时冲动，是小红先勾引的自己。可何倩显然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她从不容许自己在工作上有一点失误，却没想到有一天会在丈夫身上品尝到背叛的滋味。何倩马上提出了离婚，刘家上下顿时乱成了一锅粥。刘母为了挽留儿媳，对着刘磊又打又骂，母子俩好说歹说之下，才打消了何倩搬出家门的念头。而眼下的局面正中周凯的下怀，他一直盘算着如何将高高在上的何倩拉下马，现在是时候进行计划的下一步了。心碎的何倩不愿回到家中，便和周凯到外面借酒消愁。在周凯的诱导下，已有几分醉意的何倩吐露出了心声。这么多年来，工厂全靠她独立支撑，刘磊不仅完全帮不上忙，还在暗地里捅她一刀。要不是为了孩子，她早就离婚了。何倩甚至开始羡慕刘芬有一个这么疼爱她的丈夫。可周凯却一边堆笑，一边给何倩灌酒，将何倩灌到酩酊大醉后，便将她带到了酒店中。等待何倩的显然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。我喜欢你，我看见你伤心，我难受。此时的何倩已是手脚酥软，意识模糊，虽本能的想抵抗，但最终也只能任由周凯摆布。何倩万万没有想到，激情一夜过后，她的事业和生活都将被搅得天翻地覆。次日清晨，何倩从沉睡中醒来，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荒谬至极的错误。她本想悄无声息地离开，但周凯却不合时宜地睁开了眼睛。他信誓旦旦地告诉何倩，尽管是酒后乱性，但昨晚他说的那些话全都是肺腑之言。何倩需要一个合适的男人来照顾，而他愿意成为这个男人。为此，他甚至可以放弃现在的婚姻。何倩闻言顿时心乱如麻，不肯再和周凯纠缠下去，急忙回到了家中。刘母和刘磊见何倩平安归来，都长舒了一口气。何倩谎称自己昨晚忙于应酬才彻夜未归，而为了安抚儿媳的情绪，刘母主动将公司的股份让给了何倩。一来是感谢至今为止何倩的艰辛付出，二来也是希望她能原谅刘磊的过错。可她不知道，自己的好儿媳也已越轨。心虚的何倩最终答应和丈夫重归于好，因为眼下她最为担心的是和周凯之间错位的感情，而周凯却丝毫没有收手的打算。何倩生日当天，刘母再次将一家人聚在了一起。饭桌之上，周凯不住地夸奖着何倩，用餐期间更是小动作不断，让何倩苦不堪言。餐桌上的气氛也随之微妙了起来。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，刘磊率先打破了沉默。他拿出一条精心准备的珍珠项链，作为送给何倩的生日礼物，并亲自为她戴在了脖子上。一旁的周凯见状，顿时面露不悦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将茶水洒到了何倩的衣服上。何倩慌忙起身前往洗手间，可正当她对着镜子整理情绪的时候，周凯猛然出现在她的身后，将她拖入了隔间中。别闹了，周凯，别闹！
干什么你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？何倩没料到周凯竟会如此大胆，竭尽全力反抗着，但在周凯的霸王硬上弓下，他的四肢渐渐失去了力气，最后连意识也渐渐远去。从洗手间出来后，周凯就趁势在众人面前再次提出了调换部门的请求。此时的何倩还未从刚才的激情之中缓过神来，面对周凯咄咄逼人的眼神，他最终答应了对方的要求。刘母和刘磊顿感诧异，急忙提醒何倩再做考虑，但心虚的何倩还是力排众议，将周凯安排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物资部。计划得逞的周凯马上不怀好意地握住何倩的手。何倩万万想不到，自己和工厂的命运从此刻开始已经牢牢握在了周凯的手中。尽管何倩有意和周凯保持距离，但在周凯处心积虑的追求和关怀下，何倩还是渐渐放下了心防，陷入到这场不伦的情感漩涡中。而就在何倩迷失情感的时候，周凯马上又开始了他的计划，谎称自己弄到了一批物美价廉的原材料，跟何倩索要资金采购。对周凯已经充分信任的何倩没有多想，很快就让会计转给了周凯。看着卡里多出来的20万，周凯狡黠地笑了。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晚。周凯显然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侵吞公司的财产，所说的原材料根本不存在。面对何倩的质疑，他一面镇定地找各种理由搪塞，另一面却又以何倩的名义逼迫财务，预支另一笔更大金额的采购款。周凯是屡屡得手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。财务通过核查发现，周凯最近拿回来的支票竟全是空头支票，便立刻汇报给了何倩。何倩顿时慌了，第一时间打电话质问周凯，可周凯却十分淡定，对何倩谎称自己挪用公款是为了买房子住一个属于他们2个人的爱巢，而不是每次都在酒店里草草了事。何倩闻言内心虽然动摇，但还是要赶去酒店里找周凯详谈。可到了酒店，何倩还没说几句，就被周凯3下5除2抱到了床上。何倩不知道，这一趟竟让自己彻底陷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中。因为就在这个时候，刘芬竟收到了好友发来的信息，称他看见何倩和一个男人进了酒店。刘芬没有多想，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弟弟和母亲，3人当下就赶到了何倩和周凯所入住的酒店，以家人有疾病急需送药为由，让服务员打开了房间门。而令他们震惊的一幕就这样出现在了眼前。只见周凯赤裸着身体缓缓转过身来，脸上没有丝毫的慌张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，连通知刘芬的那条短信都是周凯用新号码假装成刘芬的朋友发的。刘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猛然跑上前掀开床上的被子，躲在里面的正是何倩。在场的人全都傻了眼。刘磊立马扑向周凯，朝他脸上挥下愤怒的拳头。周凯被揍得满地打滚，口中却不停发出嘲弄的笑声。失去理智的刘磊拿起手边的水壶，刘芬见状及时上前阻止，这才避免闹出人命。周凯站起身来，在一片哭喊声中扬长而去，脸上却挂着胜利者的笑容。而这时瘫坐下来的刘母终于缓过神来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她是怎样都无法相信好强的儿媳会干出这等败坏常伦的事来。他拉起痛哭的刘磊推门而去，房间里只剩下泪如泉涌的何倩。然而还没等他擦干脸上的泪水，一个更大的噩耗传了过来。工厂的财务挂来电话，称账目被人动了手脚，钱全被周凯偷偷转走了。何倩这才意识到，至今以来周凯的种种表现全都是他为了这个时刻而精心布置的局。何倩只觉眼前一黑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脚下坍塌。酒店外，刘芬追上了周凯，质问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。刘芬不知道自己丈夫的心早已扭曲。周凯在家中一直都不受何倩和岳母的待见，而妻子又从不为自己出头说话，忍气吞声到现在才终于出了一口气。他处心积虑地讨好何倩，引诱何倩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，目的就是为了报复刘家，侵占刘家的所有财产。只要能达成目的，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家庭。看着周凯无情远去的背影，刘芬绝望痛哭不已。因为周凯的阴谋，刘磊一家显然已到了支离破碎的边缘。可没想到，就在这时，另一场巨大的危机又席卷而来。刘磊接到警方电话，何倩竟跳江自杀了，万幸被好心人救了下来，才保住了性命。刘母和刘磊慌忙赶到医院，警方告诉刘磊，
何倩在自杀前曾报警称，厂里的钱已被周凯尽数骗光。直到最近都是周凯在帮何倩管理工厂后，刘母很快意识到了什么，紧跟着就因承受不住打击昏了过去。而何倩苏醒过来后，只觉无言面对家人，她愿意接受离婚，厂里的钱以后也会慢慢还给刘家。然而刘磊却并没有怪罪何倩，他深知两人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因为周凯的算计，并且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有错在先，只要何倩能够尽快康复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何倩闻言顿时感动不已，她一度认为人生已被周凯夺走，但丈夫的陪伴再次给了她前进的勇气。经历了这场风波，刘芬也没有自怨自艾，周凯会做出这种事，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。由于性格软弱，她在家中一直说不上话，没能帮助丈夫过上想要的生活。如今刘芬已经对周凯死心，只想等到周凯被抓的那一天，亲眼见证他为此付出代价。刘母听罢，心生愧意，意识到之前自己太重男轻女，忽略了女儿一家的感受，才导致了如今的悲剧。母女俩相拥而泣，而周凯因一己私利，鬼迷心窍，误入了违法犯罪的歧途，最终等待他的也只有法律的严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